只是习惯性的数了数买家递来的钞票，在确定无误后，将一把车钥匙递给了买家。对方要的东西就在门口的宝马车里，可谁知下一秒他却口吐鲜血，稀里糊涂丢了性命。买家没有花1分钱就拿到了想要的东西，但对方的车钥匙他却不敢直接拿在手里，因为他在钞票上放了毒药。而卖家在数完钱后，又习惯性的摸了下鼻子，接着又用手摸了车钥匙，所以他只敢用手绢裹着。完事后，将一瓶汽油挤在卖家身上，然后一把火烧掉，毁尸灭迹。他在门口找到了那辆宝马车，车里面有一个箱子，而箱子里放的是史上最恐怖的化学武器。接下来，男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东西弄到国外卖给俄罗斯人。但转移危险物品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机场的安检系统，因为不管什么东西在机器的扫描下都会现出原形，所以搞定安检员成了主要问题。对此，恐怖分子是这样做的：他们先是黑进机场的监控系统，通过监控画面找到那名操控机器的安检员，接着从工作牌上找出安检员的名字，然后再通过名字找出他所有的个人信息。在完成第一步操作后，便需要一名同伴联系到这名安检员。同伴假装成游客，故意说自己的包里多了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实里面是一个耳机，因为体积较小，所以安检员还以为是其他乘客不小心弄掉的。就在他准备将这只耳机送到失物招领处时，一条短信便发到了他的手机上，以朋友的口吻让他戴上耳机，等着安检员真的把耳机放进耳朵里。整个任务算是完成了一半，接下来便是恐怖分子最擅长的恐吓，一件行李换一条人命，他女朋友的命。为了让他相信恐怖分子的另一名同伴闯进了他的家里，随便一张工资单或者家庭照片都能派上用场。此时的安检员伊森刚刚从国土安全局的后勤系统升迁到安检部门，没想到就遇到了这种事。恐怖分子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放他们的行李过去，就能确保他的家人安然无恙。但伊森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恐怖分子的东西威胁到乘客的安全，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一边和恐怖分子闲聊稳住对方，一边偷偷的拨打报警电话。但他不知道此时的恐怖分子正在电脑面前盯着他，很轻易的就识破了他的小算盘。与此同时，同伴在伊森家里找到了一张他女友的工资单，很快女友的个人信息也被恐怖分子查到。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伊森家里找到了一支验孕棒，他的女友怀孕了。就在伊森拨通了报警电话后，恐怖分子立刻说出了他女友的名字，并说自己的手下正用一架巴雷特瞄着女友的脑袋，如果不想一尸两命的话，就立刻将电话挂掉。果然这一招将伊森拿捏得死死的，赶紧挂掉了电话，并在恐怖分子的要求下将手机锁进了抽屉里。眼看着自己的小算盘被识破，伊森只能另想办法。此时的同事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手头上的工作，没人注意到最后一道工序上的伊森已经被不法分子控制，而且正在想办法和对方周旋。他通过手表的录音功能将自己的谈话编辑成了短信，准备将其发送给警方。但不料这个丝毫不显眼的操作还是被电脑面前的恐怖分子看到，并让他立刻取消短信，和手机一起锁进抽屉里。眼看着自己的小心思再一次被识破，伊森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对方监视着，而监视自己的摄像头就在他的身后。为了给伊森长记性，恐怖分子的第3名同伙行动了。他随即挑选了伊森的一名同事，然后故意和他擦肩而过。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动作，让同事在几秒钟后直接瘫倒在地上。目睹了这一切的伊森正好看清这个男人的脸，显然这是恐怖分子故意做给他看的。他坐在椅子上回想着刚才的一幕，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感顿时涌上心头。可偏偏就在这时，那个神秘男人却直接找上了门，这让伊森有点始料未及。对方让他乖乖听话，否则就会有无辜的人丢掉性命。完事后，伊森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在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做时，他却发现自己的岗位竟然被小黑替代。领导告诉他，目前大厅里人流量巨大，更有一名同事突然死掉。为了安全起见，他把伊森调回了原来的岗位，由更擅长安检的小黑接手。面对突然接到的人事调动，伊森心里顿时一阵窃喜，因为后面无论发生什么都和他完全无关了。但谁知另一边的恐怖分子却让他抢回岗位，否则他怀孕的女朋友会有生命危险。但至于如何抢回岗位，则需要他自己想办法。面对对方的变态要求，伊森不禁感到一丝绝望，因为他既不能拒绝，也不能向这大厅里的任何一个人求助。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同事小黑正在悠闲地喝着咖啡，一个大胆的想法顿时涌上心头。他通过后门偷偷溜进便利店，拿走了2小瓶白酒，然后回到工作间，往杯子里倒上咖啡，再将2瓶白酒也一同倒了进去。接着找到小黑，告诉他自己有个东西落在了座位上。等小黑低头寻找时，他偷偷将小黑的咖啡换成了自己手中带白酒的那一杯。这一番操作正好被电脑前面的恐怖分子看到，于是帮他来了一个助攻。同伙帽子男直接向上级举报了小黑。就这样，小黑因为上班时间喝酒被领导辞退，而他又被调回了安检员的岗位上。做完这一切后，最主要的人物终于来了，是个戴着红帽子的男人。对方把一个行李箱放在了安全带上，当箱子经过安全带时，电脑立刻向他发出了报警，提示他里面的东西是危险物品。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伊森面前，要不要放行都在伊森的一念之间。此时的伊森头上直冒冷汗，因为箱子里面的东西他甚至都没有见过，连机器都无法识别。眼看着帽子男要将箱子带走，他赶紧拦了上去。
帽子男应声回头，但这时耳机里传来了恐怖分子的警告声。原本要揭发他的伊森只好改变主意，将帽子男放行。不过他趁机看了一眼对方的登机牌，把这人的名字记在了心里。随后，伊森来到了卫生间，一想起自己可能会害死飞机上的几百号人，便不自觉的一阵干呕。等他重新回到岗位上时，他却突然看到了奇怪的一幕：一群联邦调查局的人冲进了大厅，不仅让领导关闭了安检入口，还把乘客们分批次带走调查。这里面就有那名携带了危险物品的恐怖分子。虽然伊森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这无疑帮了他一个大忙。伊森果断摘下耳机，他不干了，随即便头也不回地想着外面跑去。他在第一时间找到同样在机场工作的女友，不由分说地带着他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可谁知女友却以为他不好好工作，死活不肯离开。就在两人争吵之际，一个红点出现在女友的额头上，因为这是不远处的狙击手在向他发出警告，可他却假装没看见，反而故意避开女友，给自己戴上了耳机。随后耳机里便传来了恐怖分子的声音，让他赶紧甩掉女友，否则会有一颗30口径的子弹以每秒900米的速度打爆女友的脑袋。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原本打算和女友一起逃跑的伊森又再一次回到了恐怖分子的掌控之中。因为他刚才试图逃跑，所以恐怖分子的同伙打算给他一个教训。一个帽子男突然冲出，将伊森甩到墙上，又结结实实给了他一拳。毫无防备的伊森被对方一顿胖揍，很快就趴在了地上。伊森试图反击，可在通过一次偷袭得手之后，却在下一个回合被对方直接勒住了脖子。眼看着快要窒息，伊森想起来这人有一把塑料手枪放在了口袋里，于是他摸索着拿出了对方的手枪。就在这一瞬间，场面立刻发生了反转，对方不仅乖乖松手，还被伊森用手枪控制住。伊森让他打电话给狙击手，放了自己女友。Let's do it your way. 恐怖分子不慌不忙地站起身，然后从兜里掏出了手机。可你以为他真的会照做吗？并没有。只见他轻轻地点了下屏幕，但不是拨号键，而是启动了提前安装在箱子里的定时炸弹。和炸弹在一起的是一种恐怖的化学武器，目前正在机场的办公室里。只要炸弹发生爆炸，里面的毒气就会顺着管道传遍整个机场，到时候就会有数万人死于非命。此话一出，局面再次发生了反转，因为一旦启动了倒计时，就必须手动将其关掉。恐怖分子的手机再也无法进行操作，而至于如何关掉倒计时，则只有恐怖分子本人知道。对方让伊森闯进办公室，关掉计时按钮，否则10分钟后炸弹就会发生爆炸。没想到兜兜转转，伊森再一次回到了原点。时间紧迫，他拼命地向办公室跑去。此时的领导还不知道身边的帽子男是一名恐怖分子，而伊森则直接闯了进去。他没时间和领导啰嗦，直接用枪威胁对方闪到一边。领导有点懵，他没想到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下属竟突然像换了一个人。此时另一边的恐怖分子突然变卦，让他干掉领导，否则他不会说出关闭倒计时的方法。一边是自己的上级，一边是机场所有人的性命，伊森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就在这时，一旁的恐怖分子突然暴起，将一支圆珠笔扎进了领导的脖子，帮伊森做了他不敢做的事。可随后这名恐怖分子竟然说他不是故意的，原来他和伊森一样是一名受害者。恐怖分子绑架了他的家人，威胁他将一个行李箱带上飞机，而此刻又命令他干掉领导。男人没有选择，只能照做，这让伊森有点始料未及。原来被操控的不只有他自己。不过眼下的重点是关掉箱子里的定时炸弹。在恐怖分子的语音协助下，伊森成功打开了箱子，映入眼帘的是2个圆柱形的容器，而距离爆炸的时间还有3分20秒。根据提示，伊森将箱子两边的开关拨到另一边，将整个装置从里面拿出来，然后顺时针旋转计时器下面的开关。没想到一个定时炸弹竟设计得如此精妙，它的背后有一个圆形按钮，将其按下后便切换成了手动模式，只有完成这一步操作才能把倒计时关闭。随后伊森按照提示，小心翼翼地将装有容器的架子打开，再将右边的容器拿出，下面有一个计时重置按钮，只需要按一下就能将倒计时关闭。可因为里面空间狭小，他的手根本伸不进去。伊森环顾四周，发现地上有一支圆珠笔，正是刚才杀死领导的那一支。在经过反复的尝试后，他终于成功关闭了计时装置。做完这一切后，另一边的恐怖分子让他们将箱子送到分拣中心，只有这样2人才算成功完成任务，他们的家人也随之脱离危险。这对伊森来说十分简单，毕竟他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眼看着2人来到了分拣中心，走在后面的帽子男却把枪口偷偷对准了他。幸好伊森从反光镜里看到了对方拿枪的动作，这才险之又险地躲过了对方射来的子弹。原来另一边的恐怖分子又单独给帽子男下达了一项指令，在完成任务前干掉伊森，以绝后患，否则她的丈夫还是会有危险。就在2人殊死搏斗时，伊森趁机将行李箱踢下了传动带，然后一起跌跌撞撞地来到了下面。就在他准备上前捡起箱子时，帽子男却在后面死命地追着不放。2人在满是行李的分拣中心你追我赶，帽子男对着伊森连续射击，却忘了手枪是塑料做的。在连续射了几发后，枪体的温度急剧升高，塑料材质逐渐变软，然后
手枪在炸膛后竟然击中了帽子男自己的脖子。伊森捡起他的手机，一边从货架上拿走箱子，一边给同事发送短信，让他赶紧带女友离开。但就在这时，恐怖分子根据箱子的定位追了上来，很快就看到了正在逃跑的伊森。对方一边通过语音告诉他赶紧交出箱子，一边又给同伴打去电话，让他立刻解决掉伊森的女友。然而就在他刚刚打完电话之后，他却发现箱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地方。伊森竟然扔下箱子跑掉了，他还以为对方是个胆小鬼，却不知道伊森在箱子上动了手脚。片刻之后，帽子男登上了飞机。原本他设计的箱子正好符合登机的要求，可就在他打算把箱子放到货架里面时，却发现根本放不进去，因为伊森给他换了个大1号的箱子。随后，乘务员走上前没收了他的箱子，将其转移到了行李舱。此时，另一边的伊森提前一步找到女友，在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他后，两人一起来到了电脑旁，将箱子上面的条形码输入到了程序中。随着另一边乘务员将箱子的编号录入程序，伊森这边也随之查到了恐怖分子所在的飞机。他必须在飞机起飞之前将箱子带出来，再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机场之后，他跳上了一辆工作车，然后开上车子去寻找飞机的位置。很快他便来到了飞机下方，因为是机场的工作人员，所以他很熟练地进入到了行李舱内。在仔细寻找了一番后，他看到了那个绑着红绳的箱子，然后按照恐怖分子教给他的步骤打开了箱子，取出了里面的化学武器。不过很快，恐怖分子这边的手机上也随即有了提示，在发现有人可能会对箱子动手脚后，他离开了座位，打开了通往行李舱的通道。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个为了保命而逃走的伊森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于是他果断朝伊森开了一枪，而伊森靠着灵活走位来到了行李舱的另一边，把箱子放进了冷藏室里。紧随而至的帽子男一眼就看到了伊森，下一眼就看到了放在一旁的箱子，于是决定先拿到箱子，再给对面这个家伙一个痛快。可他不知道伊森是故意这样做的。等着他打开冷藏室准备取走箱子时，伊森突然冲上来，一把将他推进了冷藏室里，还顺手把化学武器也一同扔了进去，然后死死地把门顶住。很快，毒气从里面蔓延出来，恐怖分子只是挣扎了几下，便很快没有呼吸，一场危机就此解除。